各位喜欢这种声音吗？那这种呢？或者是这种？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有自己最喜欢的一些声音，因为有些确实会给你带来一种舒适的感觉，让你越听越上头，甚至可以治疗你的情绪，舒缓压力，帮助睡眠。大家可以在弹幕里面分享一下你喜欢的是什么声音。那么接下来请各位听一下这个声音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人觉得很好听的？喜欢的打个1，不喜欢的打个2。刚好做一个调查，因为这个结论就是和本期的这位杀手有关。没错，他十分迷恋骨折的声音，迷恋到什么程度呢？当最后一名受害者被找到的时候，他的四肢已经扭曲得像个橡胶人，而且脚趾也7扭8歪的。那么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1994年7月4日，14岁的克里斯·斯坦纳在威斯康星州巴拉布镇的家中失踪。据父亲回忆，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，他看着克里斯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。然而第二天早上6点15分，他准备去叫醒儿子的时候，克里斯竟然失踪了。很快，警方赶到了现场。起初，他们怀疑是克里斯自己偷跑出去参加派对之类的，但父母表示怀疑，因为儿子刚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，内心无比的期待。失踪前一天还特地嘱咐他们早上要喊自己起床，讲道理是不会擅自出门的。后来警方调查后发现，卧室里面有不少可疑的痕迹。首先，纱窗被划开了一个大口子；其次，屋内地毯上有大量泥泞的脚印；最后，外面露台的门锁被打开了。这很难不联想到克里斯是遭遇了绑架，还是说他临时变更计划，偷跑出去玩了呢？在克里斯失踪几天后，父母既没有等到他回家，也没有接到劫匪电话，看来事情远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简单。果然，在6天后的7月10日，威斯康星河中出现了一具尸体，死者正是失踪的克里斯。经法医鉴定，克里斯没有外伤，而且在水中浸泡多日，尸体已经出现严重的泡发和腐败。最终，克里斯的死因被暂定为溺水。没有人知道这个男孩为何在大半夜失踪，然后又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水中，警方也对此一头雾水。没想到在这座小镇上会发生如此离奇的案件，真是搞得人心惶惶。许多家长都警告自己的孩子半夜不许偷跑出去，以免遭遇不测。殊不知，他们的宝贝儿子很有可能也已经被添加到猎物的名单当中。1年之后的1995年7月29日，13岁的萨德·菲利普斯正在沙发上面睡觉，迷迷糊糊当中有人把他抱了起来。萨德以为是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要把他送上床去，就没有在意，继续昏睡了过去。可当萨德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旁边还有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孩。不过这个男孩看上去非常友善，他自称是乔·克拉克，还不停地说话来缓解萨德的恐惧。此时萨德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，在听说了自己的好几个朋友也都参加了在他家举办的派对时，萨德毫不犹豫就跟着男孩回家了。与此同时，萨德的父亲在凌晨4点起来后，竟然发现儿子不见了，也不在家里的任何地方，于是赶紧就报了警。和去年的案件一样，萨德没有主动离开的理由，要说绑架，也没有等到绑匪现身。离奇的案件再次上演，难道又要重蹈覆辙了吗？在两人回到家后，乔询问萨德要不要一起去楼上看很酷的模型车，萨德想都没想就紧跟其后。然而当他刚上楼，乔就露出了可怕的一面，他一把抓住萨德扔到了床上，用力地扭着他的脚踝，一瞬间一声骨头断裂的声音出现了。萨德大喊大叫，立刻从床上跳起来，不顾一切地想逃跑，可是哪有这么容易？由于脚踝受伤，萨德只能拖着断腿跑下楼，但很快就被乔抓了回去。接下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，直到萨德再也无法挣扎。事后，乔把萨德扔到了楼下的沙发上。此时的萨德满脑子都是逃跑，他甚至想和乔谈条件，只要把自己放了，绝对会将此事保密，就说是撞到桌子上了。可是乔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你自己信吗？”任凭他如何苦苦哀求，乔都不为所动。当被问起伤害他的理由时，乔说自己就是喜欢听到骨头被折断的声音，那种手感简直是太棒了。不仅如此，在言语之中，乔也透露自己并不是第一次干这事了。在绑架期间，萨德简直是度日如年，因为这个乔似乎有2副面孔，一有不顺心，他就会拿萨德撒气。
就比如乔的车子不知怎的发动不了了，他就气急败坏从外面走进屋子里面，狠狠地把萨德揍了一顿。在这次袭击中，萨德的腿又被扭断了，膝盖也都裂开了。可这些还不够平息乔的怒火，他最后还跳到了萨德的胸口上，简直就是把人往死里整。这样的折磨持续了几个小时后，乔又会像没事人一样，用袜子和绷带给萨德包扎伤口。不仅如此，乔还会和萨德谈天说地，把他抱到楼下沙发上一起看电视，好像之前的坏事都不是他干的一样。有时候乔还会聊自己的房子、车子，还有同居的兄弟和女友，对待萨德客气的就像是亲兄弟一样。可能会有小伙伴说，为什么萨德不趁机逃跑呢？实际上他已经尝试过好几次了，但因为腿脚不便很难实现。有一次萨德趁外面没有动静了，于是忍痛拖着断腿下楼，可没想到乔带着朋友突然回到了家，萨德只能设法躺在厨房里面等待时机。可上天并没有眷顾他，朋友离开后，乔无意间瞥到了厨房里有人，他瞬间勃然大怒，又把萨德拖上楼梯，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事实证明，每次被抓回来，萨德都将面临更为残酷的折磨。发怒的乔实在是太可怕了，他好几次都用枕头盖住萨德的脸，令他窒息，让他求饶。有一次，乔还警告他，再敢逃跑，自己就会杀了他。就这样，萨德每天都过着忍饥挨饿，时不时还要被挨打的日子。双腿骨折的地方已经多到数不清了，因为一些内伤，萨德经常会出血，怎么止都止不住。然而他还不想放弃，在被折磨了43个小时之后，萨德决定再次设法逃跑。当时乔准备出门参加化妆舞会，因为他认定萨德已经没有办法逃出去了，于是就把他关在了2楼卧室的壁橱里。听着外面没有了动静，萨德在漆黑的隔间里面摸到了一把吉他，于是用它砸开了壁橱门。此时的萨德都不知道自己断了多少骨头，只有手和胳膊勉强能够用上力，但也是非常痛的。他用胳膊和手每挪动一步都精疲力尽，好几次都痛得差点晕了过去，奄奄一息。短短的路程，萨德不知道爬了多久，最后终于爬到了楼下厨房，设法摇动电话，直到听筒掉下来。萨德拨通了911，告诉他们自己发生了什么。警察都惊呆了，立刻赶到了乔的家里，救走了萨德。在医院里面，萨德的伤真是让人触目惊心，他的四肢已经完全骨折，扭曲得像橡胶人，脚趾也已经7扭8歪。不仅如此，他的肋骨断裂并伴有大量淤伤。令人后怕的是，医生断言萨德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内出血，如果再晚送去几个小时，可能已经没命了。趁着清醒，萨德还提醒警察，他曾亲耳听到乔承认自己用类似的手法伤害过另外2名男孩，其中一个似乎叫做克里斯，希望能够对破案有所帮助。在萨德获救后，警方立刻逮捕了年仅17岁的乔，并搜索了他的房子。果然，警方找到了一本笔记本，上面列出了10几个当地男孩的名字，有一个专栏上还赫然写着 Leg Thing， 有关于腿的事，而那一栏的男孩都是乔潜在的目标猎物。然而，被逮捕后的乔显得吊儿郎当的，他只承认自己带走了萨德，但后面的事情都不记得了，更不知道萨德的伤是哪来的。不得不说，乔可真的是个变态虐待狂。为何是变态呢？因为有的时候他会突然成为萨德的朋友，进行细心照料。萨德被救时，断腿上的白袜子已经绑了好几层，而且警方还找到了一副自制的腿支架。乔不仅帮萨德戴上，还强迫他在屋子里面走来走去，而这一切就是为了让萨德加速恢复，从而能够让乔继续虐待他。根据萨德的证词，在他之前还有2名受害者，但自己只想起来一个人的名字克里斯。警方立刻联想到去年失踪的14岁男孩克里斯，而当时法官暂且把他的死因定为溺水。为了验证这一点，警方挖出了克里斯的尸体进行检查，果然他脚踝上的伤口和萨德的一模一样。由此推断，克里斯被折断双脚后无法游泳，然后被乔扔进水中溺死了。但乔却始终不肯承认，也不肯透露还有一位受害者的身份。离谱的是，乔的母亲在法庭上为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，因为克里斯去世的那天晚上，他声称没有听到乔离开家的声音。可是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，因为乔经常会趁着母亲睡觉的时候溜出去，只不过没有被发现罢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乔的母亲经常出门，更是让他有机可乘，受害者的人数也绝对不止这些。在这里还有一个细节，那就是这位母亲实际上是乔的养母，她是被收养的孩子。由于亲生母亲在怀他的时候仍然沉迷于毒品，在生下孩子后就把他送走了。有研究报告显示，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吸毒的话，会导致自己的胎儿出现严重的认知、发育和情绪紊乱等有害影响。显然，乔的精神状态异于常人。据昔日同学作证，乔以前在学校里面就曾折断过同学的手指。他喜怒无常，经常以施暴为乐，搞得同学们都很害怕他。在萨德被虐待期间，乔却仍然像往常一样过着自己的日常生活。
他可以和萨德好的无话可说，可一旦暴怒了就会变换人格，像一个疯子一样，为了满足自己的癖好，不把萨德当人看。而最值得庆幸的，莫过于萨德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撑到了得救的那一天，但想要恢复正常的活动能力，未来想必还要进行多次手术。最终在1997年10月7日，乔被判处了1级谋杀罪，面临无期徒刑。到此，这位碎骨杀手的犯罪生涯画上了句号。据说后来那些被列入乔的猎物清单的男孩们都吓坏了，如果萨德没能逃脱的话，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就是自己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一不小心脚趾撞到或者扭到都疼得不行，更不要说被活生生的折断，真的是无法想象萨德当时的无助和绝望。当然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千算万算也算不到自己会遇到拥有如此癖好的变态。你的癖好可以接地气，但不能接地府。除了不能影响他人之外，更是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等到你真的玩过火了，等待着你的也就是无穷无尽的深渊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不用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